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法国数万民众抗议极右翼国民联盟党派，反对其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取胜。抗议者关注该党派在人权、环境、平等权利和经济问题上的政策。总理加布里埃尔·阿塔尔公布政府竞选纲领，寻求与马克龙的议程保持一致，同时安抚低工资工人的担忧。下一条，美国劳动力市场整体仍健康，但与疫情前相比有所放缓，找工作者面临更激烈竞争，需要做好充分准备。尽管职位空缺与求职者比例仍为 1.21， 但劳动力市场已恢复到疫情前的紧俏水平。接下来，面试中，雇主最常问的问题是候选人如何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使用 AI。 尽管 AI 技能很重要，但沟通和适应力等软技能仍然是首要需求。接下来，加拿大石油天然气中心卡尔加里发现主要水管维修时间比预期要长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，修复时间将比原计划延长3到5周，原因是发现了新的隐患区域。市政府已采取措施，包括制定市政应急计划和限制用水措施。接下来这条，根据 ARK Invest 的预测，特斯拉5年内股价将增长15倍，达到2600美元。然而，与英伟达 10% 的预期年回报率相比，特斯拉需要实现更高的财务指标，包括 90% 的利润增长和 65% 的收入增长。相比之下，英伟达需要 25% 的利润增长和 50% 的收入增长才能实现这一目标。下一条， Shine 计划涨价以实现 IPO 目标，部分商品价格已上调超过 33%。 同时， Shine 产品中被检出有毒化学物质，包括致癌的邻苯二甲酸盐。尽管如此， Shine 的营收和净利润仍大幅增长，分别达到322亿美元和16亿美元。接下来这条，比尔·盖茨，微软联合创始人，以积极参与慈善而著称。通过比尔和梅琳达·盖茨基金会，他已捐赠近540亿美元，致力于解决疾病和贫困等全球问题。其投资组合主要由微软、伯克希尔、哈撒韦等5只股票组成。接下来这条，集装箱进口订单量较2019年和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27% 和 11%。 尽管有分散化呼声，但海外进口商品仍在强劲增长，并对国内运输模式产生显著影响。接下来，4只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ISE 宣布上调股息，其中2笔拥有出色的股息增长记录，而另外2笔近年已削减股息。下面这条，中国总理李强访问澳大利亚，重点关注两国关系的积极方面，包括大熊猫和葡萄酒贸易的复苏。李强调两国应搁置分歧，中澳关系回暖。下一条，沙特矿业部长将于7月访智利，与智利同乡会面，讨论在智利投资锂矿的可能性。下面这条，丰田章男将面临股东不满，2家委托投票机构要求投票反对让创始人孙子留任董事会。此举源于丰田近期就车辆欺诈认证测试道歉，损害了其引以为豪的质量声誉。让我们关注，人工智能繁荣推动了相关科技公司和投资者的收益。Broadcom 受益于人工智能需求增长，股价飙升近 500%。 该公司宣布将进行10拆1的股票拆分，以扩大股票的可及性，提振投资者情绪，股价上涨 12%。 下一条，著名投资人凯茜·伍德减持1100万美元高涨金融科技股。尽管其投资战略专注于高科技领域，但旗下旗舰基金 ARK Innovation ETF 近期表现不佳，低于标普500指数。最后一条是，凯茜·伍德预测，特斯拉股票到2029年将攀升至每股2600美元。他认为，马斯克对特斯拉的领导力使其在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方面极具价值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